打开了一箱自己刚拉完不久的大便，然后再加水搅拌。他每隔一段挖上一勺，再小心翼翼用土埋上，最后再盖上半个土豆，接着再浇上生命源泉。就这样过了2个星期，这片废土被他变成了一块宝地，而这块地将是他未来3年唯一的生存希望，因为这里是距离地球5400万公里寸草不生的火星。2个月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终止了火星小队的探索任务，队员马克不幸被飞来的残骸击中，系统显示他的宇航服出现破损，这也意味着他在1分钟内必死无疑。指挥官不想放弃，可风暴已经让飞船严重倾斜，万般无奈，他只能下达起飞的指令，带领其他幸存者逃离火星，而这也将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一位挚友。不久，美国宇航局就宣布了这个噩耗。Commander Lewis and the rest of her team were able to intercept Satan with the Hermes and are now heading toward. But Mark Watney is dead.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远在火星上的马克并没有死，也正因他被埋在了土里，刚好挡住了破损的漏洞。不过他的状况却并不乐观。他被天线刺伤了腹部，但好在基地还完好无损，天线并没有伤及到内脏，可基地的通讯也因此损坏，马克无法向外发送消息，他成了火星上唯一的人类。舱外的天气异常恶劣，基地随时都有可能被狂风撕碎。马克也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就算基地能侥幸坚持下来，但孤独感也会击溃他的防线。不过马克并没有放弃希望，他一边整理基地剩下的资源，一边等待着天气好转。终于在第3天清晨，让他迎来了久违的日出。他本打算减少活动来保持体力，坚持到下一次登陆行动等到救援。可当他统计完补给后，却瞬间崩溃，因为这里的物资最多只能维持1年，而探险队最快也要4年后才能抵达。要是再坐吃山空，他将必死无疑。然而当他上完厕所后，却突然灵机一动，食物的问题或许有办法解决了。他从储物箱里拿出袋新鲜土豆，然后兴奋地打开了视频记录仪，想到自己是名植物学家，只要能有合适的环境，这袋土豆足以支撑未来3年的口粮。他毫不犹豫收集起队友留下的粪便，这是绝佳的有机肥料。接着他又挖了大量红土，然后把工作室改造成大棚。虽然火星上的土壤没有养料，不过好在它有足够的粪便。但现在还有个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水源。每平方米的土豆完全成熟至少需要40升水，而这块地足足有126平方米，他必须想办法弄到更多淡水。不过这个似乎也难不倒他，马克已经有了个造水的方法。这个废弃的飞行器里面有着几百升的备用燃料，他抽取一桶，再利用稀有金属做催化剂，然后点燃木屑就可以分离出氮和氢，想到很快就能生产出水，他开心的像个孩子。马克忘了计算自己呼出的气体同样会改变房间氧气的浓度，但他并没有气馁。这回他戴上了头盔，也终于点火成功。1夜过后，塑料大棚就覆满了水珠，接下来便只能听天由命。期间马克还修好了被摧毁的太阳能板，直到2周后的某天，奇迹终于出现了，他在火星上种的土豆发芽了。而另一边，远在5400万公里外的地球上，航天局正在给他举办葬礼。可身在指挥中心的员工却发现个离奇的怪事，他看到火星车发生了位移，就连被沙尘掩埋的太阳能板也在36天后光亮如新。可局长听后却阴下了脸，他不在乎马克的死活，而是舆论爆发后所造成的影响。一个大活人被他们丢在了火星上，宇航局一定会被骂到狗血淋头。不过主任倒是非常暖心，他更担心孤独的马克会精神崩溃，可他却不会知道，此时的马克听着音乐刚冲完凉，甚至还不忘记录他种土豆的心得。很快这一重磅消息便被传了出去，局长被迫站出来向公众解释，但他依然是避重就轻回避问题。不过主任的做事风格却雷厉风行，他坦诚一定在短时间内营救马克，可这一承诺却让整个宇航局炸了锅。因为想要营救，首先就是要运送补给保证他活着，可光是制造运载火箭就要花费半年时间，按照这个进程计算，马克早都已被饿死。迫于压力，局长要求3个月内必须搞定，然而他们却不会想到，马克的土豆已经成熟，果实大小甚至还不输地球上的。为了能保证足够的口粮，他又继续开始第2次播种。这天指挥中心又突然发现，马克近期的活动范围变大了不少，可他一个人到底要去哪呢？也就在所有人都一脸茫然时，主管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找到一张火星照片，根据他这几天的移动方向，也猜出了对方的目的。而马克的这种冒险行为，则是为了找到1997年发射的探路者号。虽然多年前他就结束了探险任务，被人们遗忘，但马克知道这台机器上有个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照片传输。与此同时，远在数万公里的地球上，主管也找到了探路者号的复制品。很快2台机器便取得了联系，但照片想要表达的能力却极其有限。为了能够建立更方便的沟通，马克利用16进制的方式，将数字和字母排围成一圈，他只需记录下镜头旋转的位置，再经过简单换算，就能准确地获得对方所传递出的信息。虽然照片传送时间需要半个小时，但他们总算是能够沟通了。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，马克将探路者和火星车的系统连到一起，如此一来，双方终于可以打字聊天了。
然而当返航4个多月的队员得知他还活着时，却全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他们明白，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。不过马克这段日子却过得不亦乐乎，他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被全球直播，更是炫耀起他所创造的人类奇迹，同时给救援计划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可好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由于施压舱发生故障，大半个基地被瞬间炸飞。好在有宇航服的保护，马克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他的土豆却没那么幸运，仅仅几秒便被冻死。他的续命计划也宣布破产。噩耗很快便传到了地球。以他现在的食物储备来算，马克最多还能活200天。就算一天只吃一顿，他也不可能坚持到物资送来。不过马克并没有放弃，他用塑料布封住了断裂的舱门，总算恢复了基地的功能。同时他也开始清点起物资。与此同时，局长也开始坐立不安。面对媒体和社会的多重压力，他下令必须在45天内发射火箭。虽然时间紧任务重，但一架装满了物资的火箭还是准时升空。可就当所有人都高举双手欢呼时，意外却发生了，而这就等同于宣告马克的死亡。得知噩耗的他也陷入了绝望。马克知道450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写好遗书。可也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，一位星际运动学的天才少年在超级计算机旁苦守了10天后发现了转机。That this stapler is the Hermes, and you are. 疯狂计划感到无语，他不可能让已经返回的赫尔墨斯号再去冒险，况且谁也无法评估到那些未知的危险。与此同时，马克虽然写下了遗书，但他却并没有放弃生活。虽然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可他还是在为人类完成一个又一个实验，并将这些数据传回地球。他的乐观感染着宇航局里的每一个人。而另一边，赫尔墨斯号也即将抵达地球轨道，可他们却收到一条神秘邮件，上面清晰记录了那个天才少年的详细计划。既然局长懦弱不愿承担风险，那为何不让天上的人来自己决定？在开了短暂的集体会议后，他们更改航线，切断了地面的控制权。被逼无奈的局长也只好同意。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火星，但马克在幸福之余却提出了疑问：宇航局如何在短时间内给飞船配送补给呢？不过这个问题局长早已解决，他已经第一时间来中国寻求帮助，物资再一次被装满火箭，也成功同赫尔墨斯号对接，飞船全速奔赴火星。转眼半年时间已经过去，而此时的马克也变得骨瘦如柴，距离飞船抵达还有100天，他也已经做好出发的准备。马克带走了所有的物资，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赶到发射基地。在这段漫长而又陌生的路程中，他每天只能行驶4个小时，而其他时间要用太阳能给车辆充电。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的重复。在经过2个月的漫长旅行后，他终于抵达到指定地点。这是为下一任登陆小队预留的火箭，但现在却成为他逃离的工具。不过他依然没有时间休息，由于燃料有限，他要拆掉所有的挡光板为火箭减重，甚至连顶盖也必须拿掉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块防雨布。虽然这看上去很是扯淡，但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验证。由于火星上的大气很稀薄，所以不用考虑到阻力的问题。等到火箭的速度足够快时，就更不用担心阻力了，因为在那样的高度已经没有空气。而此时的赫尔墨斯号也已经抵达，他们要做的就是能准确拦截住马克。全球都在密切关注着几人的动态。马克奢侈地给自己洗了个澡，在做完全部的准备后，他也终于按下了启动键。巨大的加速度使他昏厥，不过好在进入太空后，他也顺利从昏迷中苏醒。但现在又出现个大麻烦，飞行器速度实在太快，并且也偏离了预定轨道。为了能够顺利接到它，指挥官做了个疯狂的决定，他要冒险飞出去200米远，才有可能抓住高速飞来的马克。很快飞行器也出现在他的视野，可安全带却已经到达了极限。但这样的距离，2人将会成功错过。为了能够抓住他，指挥官必须解开安全带。然而马克却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在冒险，他果断刺破手铐，再利用氧气作为推进器。在历经500多天后，他也终于同队友团聚。当马克在赤红色的荒漠上种下第一株土豆，他种下的不仅是食物，是每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爆发的生存本能，更是人类在绝境中迸发的智慧火种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太空营救，更是文明对每个生命的庄严承诺，是500多个火星日的孤勇坚守。这场人类史上最远的太空接力，最终用信念在火星与地球间架起希望的桥梁。人类从不是靠双脚丈量宇宙的尺度，而是用永不言弃的精神突破想象的边疆。当马克的手触碰到船舱的瞬间，我们终于读懂，所谓奇迹，不过是无数凡人把不可能3个字一笔一画改写成我能的动人史诗。这就是生而为人的光芒。纵使星河在浩瀚，我们也永远能在绝望的土壤里种出希望。